大家没留意的地方，日本的各大高端制造业的隐形冠军啊，都已经快被我们薅秃了。从光刻胶到半导体粉体，从陶瓷基板、电子电容到碳纤维，一个个当年被吹得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，正在被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们摧城拔寨、荡平山头。以前呢，总有些人对着日本制造就怀着几分不明觉厉的敬畏啊，觉得那些闷声发大财的百年小企业个个都是身怀绝技。如今啊，凑近了一看才发现，所谓的神话光环之下，无非是攒了几十年的配方老本，再加上下游客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避险惰性。而当中国企业开始凭借规模优势和上游原材料的自主优势，开始冲击日本的工业神话时，日本所谓的隐形冠军军团，原来只是一群躲在自家的产业链深处收租的蛀虫。1986年啊，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提出了隐形冠军这个概念，本意呢是拆解德国出口的底层密码，撑起德国制造业的不只是奔驰、西门子这些明星大厂，而是无数藏在产业链缝隙里默默无闻却垄断全球市场的中小企业。日本很快被奉为另一个隐形冠军的圣地，尤其在半导体材料领域，19种关键材料占了14项的全球第一啊！这种说法流传甚广，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匠人精神的叙事啊，仿佛日本人天生就长了做精细活的这个基因啊，咱这辈子都追不上了。然而呢，很多鞋呀，只要你不信，你就去魅了。光刻胶就是个典型，听着特别高大上。它的核心原理无非就是树脂啊、光引发剂和这个溶剂按照精准的配方反应生成，原理一点都不复杂，难的是海量的配方的调试和工艺参数的积累。那日本人呢，攒了半个多世纪的配方库啊和失败的经验，这个是他实打实的先发优势。那就像一家开了100年的老面馆，对吧？汤头是一代代人试错试出来的，那新店想追上口感，总要熬些年头。那于是呢，日本23年的时候就打算用这个汤头啊对我们进行倒逼。23年7月，东京修订了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啊，拍板把光刻胶改成了逐案审批。得意中带着些嘲讽啊，遏制中又满是算计，以为这样中国的半导体就能乖乖束手就擒了。然而呢，3年时光过去，2026年上半年，日本光刻胶产量啊仅有6100吨，同比逆势下滑7%。这可是在全球 AI 算力狂飙、晶圆厂遍地扩产的大背景下交出的答卷，逆周期摆烂呢，头一回听说。反观中国，同期光刻胶产量直接冲到7200吨，同比暴涨62%，出口量更是达到960吨，同比翻了个倍，还拐了个弯啊！无它为手术儿。光刻胶这玩意儿，本质上它是经验壁垒，而不是科学壁垒。只要给足试错的机会，就没有摸不透的道理，规模可以大大的缩短时间呢。其实日本隐形冠军的壁垒啊，很多都是吃冷门赛道的这个季模范。半导体材料是经典的啊关键但小众的市场，全球光刻胶的总市场规模也不过就50-60亿美元，还不如一款爆款旗舰芯片的销售额高。那球形硅微粉啊和电子特器这些赛道体量就更小了，全行业加起来也就几十亿人民币啊，这种市场巨头们看不上，新玩家嫌研发周期长回本慢，自然就形成了寡头垄断的这种舒适区啊。说白了，日本的隐形冠军地位一半是靠起步早熬出来的，一半是靠没人愿意陪他们坐冷板凳闲出来的。但这一切啊，它其实有个前提，就是没有人真的下决心抢他的饭碗，本来呢是没有抢的动力的。但是小鬼子他不是要逐案审批我吗？那还说啥了？本来国产光刻胶的处境呢是很尴尬的，技术上其实已经摸到了 PRF 门槛啊，甚至 ARF 胶都已经有了实验样品，但是呢进不了产线。晶圆厂的采购经理们心里面有一本账啊，就是用日本货出了问题是供应商的锅，但如果用国产货出了问题就是我的审批责任，谁也不愿意冒这个职业风险。那日本的制裁一来，局面它就180度反转了呀！日本逐案审批可不是遥遥无期，高端胶新订单直接就停交了，那交期呢从2个月拉长到半年以上。晶圆厂突然就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选择题，那是冒着产线停摆的风险死等日本货，还是试试国产胶，大不了验证失败再想别的办法嘛。两害相权，他就取其轻啊，不敢换的这个紧箍咒就这么被鬼子的灵机一动亲手给解开了。一试之下，大家发现国产的光刻胶相当靠谱啊，同城新材啊、精锐电材、上海新阳这些企业已经默默打磨了10几年了，缺的从来都不是技术，而是一个上机验证的机会。有了第一次验证，就有了真实的产线反馈，有了反馈就有了精准的迭代方向，有了迭代啊，产品稳定性就能快速提升，产品越好就越有更多的晶圆厂愿意试水，一个正向的循环就这么被日本的制裁啊给踹启动了。
海量中国工程师直接就开启了配方暴力迭代模式，一天测试几十种配方，带着样品扎在晶圆厂，根据产线数据连夜调整参数啊，背后还有国家大基金的资本加持，国内完整化的工业体系的原材料配套，短短2年时间，国产的光刻胶验证率啊就大幅的提升了，成幅制成领域开始批量替代。就连最高端的 ArF 啊，中高端胶也进入了多家晶圆厂的产线验证阶段。这个事儿说穿了很讽刺啊，日本人守了几十年的技术壁垒，本质就是一层没人捅破的窗户纸而已。结果呢，自己为了装个灯啊，就把这个纸糊的金身给捅破了。